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土耳其最神秘的旅游胜地之一卡帕多奇亚。卡帕多奇亚位于土耳其中部，以其独特的地质历史和自然景观闻名于世。在本片中，我们将会带您深入了解卡帕多奇亚的故事，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卡帕多奇亚是位于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地区，以其独特的地质历史和自然景观而闻名。在过去的数百万年中，卡帕多奇亚经历了多次地质变化，形成了令人惊叹的岩石地貌和地下城。在本片中，我们将会带您深入了解卡帕多奇亚的地质历史和自然景观。卡帕多奇亚的地质历史始于约6500万年前的第三纪，当时的地形是平坦的草原和森林，但在此后的时间中，火山活动和地壳运动开始形塑这个地区的面貌。火山爆发喷出的火山灰和熔岩堆积在地表，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火山岩，而地壳运动也使得这些火山岩层变得倾斜，产生了一系列奇特的地形。这些地形包括了圆锥形的火山口、莱谷、莱湾和峰林等。最为著名的是卡帕多奇亚的岩石柱和岩石丘，它们由于风化和侵蚀的作用而变得更加奇特和壮观。卡帕多奇亚的地下城也是这个地区的一大特色。在古代，当地人曾经在地下挖掘出许多隧道和房间，用于躲避外敌的攻击和储存粮食等物资。这些地下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征服时期。它们通常由多层楼梯、通道和房间组成，并且可以容纳数百人。如今，一些地下城对游客开放，成为了卡帕多奇亚旅游的一大景点。除了地形，卡帕多奇亚的自然景观还包括了热气球飞行和岩石教堂等。每年早春和晚秋，数以千计的热气球在卡帕多奇亚的蓝天下飞翔，营造出一幅壮丽的画面。而岩石教堂则是指在卡帕多奇亚地区发现的一些古代基督教教堂，它们通常被建在岩石峰顶或岩石莱谷中。这些教堂的建造始于公元4世纪，并且一直延续到13世纪。他们的壁画是其最具价值的部分，描绘了圣经故事、基督教信仰和当时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哥雷梅的卡拉穆斯塔法教堂和位于岩石城镇高美市的圣约翰教堂。总体来说，卡帕多奇亚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旅游胜地，它结合了独特的地质历史和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探索和体验。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您更深入了解卡帕多奇亚的奇妙之处，也希望您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介绍岩石教堂和修道院是卡帕多奇亚地区最为著名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之一。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建于4世纪至13世纪之间，并且一直被视为东正教和基督教的重要宗教中心。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建造的原因是因为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当地的村民开始在卡帕多奇亚的柔软火山岩石上挖洞居住，作为避难所和居住地。当地的基督教徒很快开始在这些岩洞中举行宗教仪式，并且把岩洞改造成为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教堂和修道院大部分是由基督教修士所建造，以供当地居民祈祷和信仰使用。这些岩石教堂和修道院之所以独具特色，是因为他们的建造方式完全依靠于当地的地形和地质环境。他们利用了当地柔软的岩石层来建造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些教堂和修道院的岩石结构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同时还可以提供凉爽的避暑和避寒之所。这些岩石教堂和修道院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们是中世纪基督教艺术的重要代表。这些教堂和修道院的壁画和图案是其最具价值的部分，描绘了基督教教义、圣经故事和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最著名的岩石教堂包括卡拉穆斯塔法教堂、卡拉库耶尔教堂和圣巴巴拉教堂等等。总体来说，岩石教堂和修道院是卡帕多奇亚地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展现了当地的独特文化和建筑风格，同时也提供了了解当地历史和宗教文化的绝佳途径。地下城是卡帕多奇亚地区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下城之一，被誉为是古代人们对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的防御系统。地下城的建造始于公元前7世纪，当时当地的居民为了躲避入侵者和保护自己的财产，开始挖掘地下隧道和房间，逐渐形成了这些大规模的地下城。这些地下城的功能非常多样，有的地下城用作储存粮食、饮水和动物，有的地下城用作避难所、藏匿处和秘密通道，甚至还有一些地下城用作宗教崇拜和议会会议等等。总体而言，地下城是当时人们在面对战争、天灾和其他灾难时的避难所和自我保护的手段。地下城的建造和使用方式非常独特，其中一些地下城有多达8层，并且配备有水井、酒窖、壁炉和通风口等设施，为居民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安全的藏身之所。在建造地下城时，人们利用当地的火山石材质，将地下隧道和房间挖掘而成，使用技术精湛的建造方式，以确保地下城能够承受各种自然灾害和入侵者的攻击。除了其实用性外，地下城也成为了卡帕多奇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地下城中，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居民的生活和文化，了解到他们在古代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同时也能够体验到这些地下城所具有的神秘和独特的氛围。总体而言，地下城是卡帕多奇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地人民遭遇挑战时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好机会。卡帕多奇亚地区是土耳其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景观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这里，当地人通过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创意设计，发展出了许多独特的手工艺品。这些艺品反映了卡帕多奇亚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首先，当地人的生活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在这里，人们种植了各种农作物，如小麦、玉米、葡萄等，并且饲养家禽、牛、山羊等家畜。在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当地人还发展出了许多独特的饮食文化，如土耳其咖啡、烧烤等。除了农业和畜牧业外，卡帕多奇亚地区还以纺织和手工艺品闻名。当地人通过利用本地的天然资源和传统的手工艺技术，创造了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器、地毯、丝巾等。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当地的石榴绸绢，它是由当地的女性们用手织成的丝绸，经过多次染色和织造，最终呈现出色彩缤纷、图案精美的成品。此外，卡帕多奇亚地区还有一项独特的手工艺品——天鹅绒绣。这种绣品由当地的女性们用细棉线手工绣制。在本次影片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土耳其卡帕多奇亚地区的丰富历史和自然景观，了解了当地岩石教堂和修道院的文化价值和地下城的历史和功能。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当地人的生活和传统手工艺品对卡帕多奇亚地区的重要意义，以及政府和社区的保护和推广措施。最后，我们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和欣赏这个神奇的地方，也期待大家有机会亲身前往卡帕多奇亚，体验这个地方的独特魅力。